从警局出来之后，陈泽楷便关切地问：“少爷，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些未成年？”一旁的洪武抢话道：“要我说，先找到他们，把他们打个半死，再把他们的胳膊腿全废掉，让他们在床上躺到18岁成年。”叶晨摆摆手：“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跟未成年人动手，要是传出去太丢人。”那怎么办？洪武咬着牙说：“肯定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才行啊，不然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叶晨冷笑一声道：“不必要亲手教训他们，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教训自己。”说罢，叶晨将那张纸递给陈泽楷，道：“今天是周日，估计这些孩子都没上学，不过我看他们的家庭住址都在一条街，说不定这些家伙还都混在一起，我们直接过去找他们。这些未成年的居住地距离这间警局不远，就在这间警局的辖区内。”陈泽楷只用了10几分钟，就把车开到了一条名为雷诺士街的住宅区。这里虽然就在市区范围内，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典型的脏乱差，遍地垃圾和污秽，甚至还能看到不少流浪汉。叶晨让陈泽楷开车在几个未成年的家庭住址门口转了转，并没有看到有未成年的影子，估摸着是还没到外出活动的时间段。叶晨便让陈泽楷将车停在街区的一个路口边等着。陈泽楷把车停好，看着窗外的景象有些诧异，开口道：“明明还在市区，怎么感觉好像进了贫民区似的？”叶晨指着不远处街边转角处的一间小房子，开口道：“看见没？那写着安全注射屋，有这个的地方肯定好不了。”陈泽楷恍然大悟，感叹道：“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这些国家的脑回路，搞出这么个东西来祸国殃民。”洪武不太懂英文，疑惑地问：“什么安全注射屋？你俩说的啥意思啊？”陈泽楷说：“就是他们政府给瘾君子搞的一个注射违禁品的地方。”卧槽，还有这事？洪武惊呆了，正惊叹着，便看到几个如行尸走肉一般的年轻人从那个安全注射屋里面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他一眼就能分辨得出，这些人都是瘾君子，有的人胳膊上甚至还扎着一根注射器。这些人不止神态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类的样子，每一个都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就像是几年没有换过衣服，没有洗过澡，没有剪过头发一样。其中2人甚至连双鞋都没有，直接赤着脚走路，一双脚满是脓疮与溃烂。再看向路边，绿化带和垃圾桶旁还躺着好几个人，大量苍蝇在他们身上飞来飞去，但这些人却几乎一动不动，根本不去关心。好在位于南半球的墨尔本此刻正值初秋，天气不冷，否则这些毒虫说不定没被毒死也要被冻死。洪武看得大惊失色，脱口道：“妈的，不该把那些瘾君子都抓起来吗？怎么还给他们提供地方，让他们光天化日的干这种事？”叶晨微笑道：“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正确，咱们确实理解不了，只能表示一下尊重。”这时，有一个身穿短裙、枯瘦如柴的年轻女孩来到他们车边，表情急切又痛苦地敲了敲主驾驶的窗户。即便隔着车窗，车里的3人都能看到这女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许多处皮肤因为扎针太多，已经溃烂不堪。陈泽楷将车窗放下一条缝，问她有什么事吗？那年轻女人用哀求的语气说：“先生，求您给我100块，我可以满足你任何要求。”说完，她往车里瞟了一眼，说：“要是能200块的话，你们3个我都可以满足。”洪武吓得脸色惨白，赶紧对陈泽楷说：“陈总，快把窗户关上，我他妈怕他传染咱们艾滋病。”陈泽楷调侃他：“洪武，艾滋病不通过空气传播。”洪武慌张地说：“你可拉倒吧，快关上，我害怕，我怕他还有别的病。你看他一嘴烂牙，跟丧尸似的，太他妈吓人了。”陈泽楷笑了笑，转头对那女孩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任何需求，你再问问其他人吧。”说罢，便赶紧将车窗关上。洪武见车窗关严实了，
这才松了口气，却还是心有余悸地说：妈的，那些人一天到晚嚷嚷着办移民，办移民，这种地方移过来干嘛？每天出门看到的都是这种人，那日子能过舒坦了。陈泽凯笑道：洪武，你别看澳大利亚虽然在南半球，但整体还是西方社会的底层架构，他们的社会结构很割裂，富人区什么都好，治安好，环境好，学校好，甚至有的依山傍水，家家有码头，有游艇，警察恨不得在富人区里直接搞一个社区警局，一天巡逻几百次来保障富人的安全。但穷人区什么都差，而且就连他们地方政府也喜欢欺负穷人，他们搞这些政治正确的安全注射屋，永远都是放在穷人或者普通人生活的社区，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烂，而不敢对富人区做任何未经业主允许的改造。所以国内那些顶级富豪移民出来，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奢靡腐烂倒是可以理解，中产阶级倾其所有过来当蓝领，混进社会中下层就实在有点无法理解了。洪武点点头，有钱人到哪里都是人上人。我不理解的就是陈总说的那些变卖家产跑到国外当蓝领的人。我有一个老朋友，当年在国内做铝合金门窗生意，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结果不知道被谁忽悠了，非要带着全家移民，结果到了美国就给华人工头当装修工人，一干就是10来年。叶晨笑道：那些都是被移民公司忽悠的，你要知道，移民公司就像合法的蛇头，他们和真正的蛇头一样，做的是把人送出国的生意。他们先是向人描绘外面的世界有多好，让人动了出去的心思，然后为了出去，向他们支付大量金钱。他们永远赚不到顶级富豪的钱，因为外面什么样子，顶级富豪比移民公司的老板还要清楚得多，不可能被他们忽悠。而他们的目标群体是那些对外界缺乏了解，却又总觉得外面的月亮比家里圆的人。这些人可能一共就几十万身家，移民公司就要拿走一半。对移民公司来说，这些人到了国外能不能生存，他们根本不在乎，能赚钱就行。洪武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有些人就是明知道会害人，但为了赚钱也无所顾忌，真是丧良心啊。陈泽凯不由笑道：洪武，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我记得当年你在金陵也没少干这种事儿，以前是不是有个叫周华新的家伙，专门搞 P2P 理财，承诺高息把老头老太太的忽悠过来，再把这笔钱洗出去，做成投资亏损，他背后就是你在撑腰吧？多少老头老太太一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洪武一听他提起这件事，老脸顿时红到脖子根，赶紧说：陈总您不了解情况，当时可不是这么个事儿，是周华新那个狗日的自己开了个 P2P 的公司，主动找我入股，也没跟我说到底做什么生意，只说能给我一部分股份和分红，只是需要我帮他平事。我哪知道他搞的是那种生意，而且当时叶大师找过我之后，我就再没参与了。叶晨笑着说：谁都有走错路的时候，知错能改就是最好，老陈你就不要翻他旧账了。陈泽凯乐呵呵道：少爷您说的对，我就是逗逗他，看他什么反应。洪武擦了把冷汗，说：那次多亏了叶大师及时让我悬崖勒马，否则肯定也要酿成大错。叶晨笑笑没有说话，眼神看向不远处路边的一栋房子，那房子的大门忽然打开，一个18、19岁的年轻男孩提着一根棒球棍从里面走了出来。叶晨看了一眼打印信息上的黑白证件照，开口道：那小子就是首犯布鲁斯·布朗。正说着，这个布鲁斯·布朗在路边吹了几声口哨，周围几套房子立刻陆续走出几个年纪更小几岁的小男生。叶晨笑着说：哎呀，这老大一声口哨，下面的小狗腿子就都到齐了，看看他们要干什么。